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肚子大与长期久坐、缺少锻炼有直接关系。腰腹血液循环差，脂肪滞留，所以腰腹是我们人体各个部位最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之一。由于脂肪堆积的速度最快，腹部脂肪偏多，导致各个部位的减肥的效果和速度也大不相同。往往四肢减得最快，腰腹和臀部减得最慢。所以当你身体其他部位都瘦了，而肚子上顽固的脂肪还是需要继续花时间坚持练下去的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2个瘦肚子的锻炼动作，不用天天做，隔1天做1次就可以。首先平躺在垫子上，双手放在身体的2侧，然后2腿打直，上抬到垂直于地面，再慢慢的将2腿往下放，大概与地面呈30度角到60度角之间。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下腹部非常紧绷，注意腰部不能太离地面，同时放松颈部和头部，然后2腿向2侧做开合动作，保持腹部收紧，自然呼吸。这不是比赛，不要求快，而是求稳，慢慢找到腹部发力的感觉。开合1次为1个动作，12个动作为1组，共做4组，组与组之间休息30秒。这个动作不仅能够瘦肚子，长期坚持还能够锻炼腹部肌肉以及核心力量，练出腹肌和马甲线。稍微休息一会儿，再接着做第2个动作，同样是仰卧，将2手放于身体2侧，屈膝，然后将2腿抬起，将打开的双腿左右交叉运动，感觉就像剪刀一样开合。先将左脚交叉于右脚前，再将右脚交叉于左脚前，这样12个动作为1组，共做4组，组与组之间休息30秒。也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调整次数。这个练习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动作了。虽然看是腿在运动，但是发力点却是在腹部，不仅能够减肚子，还能够瘦腿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腹肌、马甲线，只不过是被厚厚的脂肪盖住了。对于体质比较高的人，也可以搭配一些其他运动，比如跑步、游泳、跳绳都可以。运动是一方面，饮食也要注意起来，少吃高油高脂的食物，多摄入蛋白质，多吃蔬菜和粗粮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肚子稍有点肉的人都知道，腹部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地方。当摄入过多的热量无法消耗之后，就会先堆到肚子上，然后才是四肢。腹部的脂肪还包括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。皮下脂肪显而易见，只要囤积一点就会非常明显。而内脏脂肪隐藏的就深了，它不仅会导致体内垃圾无法排出，还会滞缓人体的新陈代谢，加速肥胖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减肚子的黄金动作，动作也非常简单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。这个动作通过增加氧气的供给，体内的脂肪经过氧化分解，产生热能供人体使用。这时氧气能够充分氧化体内的糖分，还可以消耗体内脂肪，增加和改善心肺功能。练习时要在膝盖下垫一个比较软的垫子，俯卧在垫子上，小腿靠墙，2大臂垂直地面，2手食指交叉握拳，腹部核心收紧，臀部向后上抬起，稍有停顿，然后返回。同时还要注意呼吸，起身是呼气，返回是吸气，动作不要太快，也不要太慢，保持20个为1组，共做4组，组与组之间休息30秒。这个动作除了能够减肚子，还能够锻炼到手臂、肩、胸、背部等部位，可以让松懈的肌肉收紧，使肌肉线条更加明显。如果注意饮食，平时的饭量不变，也就是平时摄入的能量没变，坚持练习这个动作就会让消耗变大，脂肪就会燃烧，体脂率也就会有所降低。如果不注意饮食，比以前吃的更多了，减肥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。尤其是不可以吃高热量的食物，而且不可以吃夜宵，不要长期熬夜。这个动作还可以很好的提高基础代谢，基础代谢提上去以后，同样的摄入量会起到减重减脂的作用，对于减肚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刚开始练习坚持不了太多，也可以少做，每组做5个或者10个，逐渐的增加数量，循序渐进，慢慢来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你是不是看起来肚子很大，还往前挺，吃的少还不瘦？这并不一定是因为胖，很可能是不良体态、骨盆前倾导致的肚子突出。如果不加纠正，很容易会造成腰部酸痛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改善骨盆前倾、脊柱侧弯、强化核心肌群的动作。首先仰卧在垫面上，2腿屈膝抬起，大腿与地面呈90度，臀下部微微离地，腰部贴实地面，不要留空隙，小腿与地面平行，然后2手臂伸直举起，与地面呈90度，让手掌相对指向天花板，收紧腹部，
对侧的手臂和腿下放到与地面接近平行，然后返回再做另一侧，甚至放平时不要着地。整个动作要保持2个始终，一是腹部始终收紧，二是腰部始终贴地，保持身体平衡，不要晃动。同时还要注意呼吸，发力是吐气，还原是吸气。手和脚下放时，腰部会出现紧绷感，下放幅度越大，紧绷感越强。腰部始终是放松的，不应该出现紧绷疼痛的感觉。在动作过程中，整个腹部都是很紧张的。如果感觉到腰酸，说明核心没有将躯干稳定住，腰椎代偿，要重新调整细节。刚练习这个动作可能会力量不够或者是不协调，你只要做好2点：第一，动作全程腰部贴紧地面，不能有一点空隙，让你的核心、腹部都是绷紧的。第二，不要憋气，动作要缓慢，这样呼吸容易控制，要始终保持呼吸与动作一致。骨盆的位置一般是受到周围肌肉的影响，肌肉失衡是骨盆前倾最常见的原因，也是主要的原因，所以可以通过训练来改变骨盆的位置。当你腹肌无力时，也会出现骨盆前倾。坚持练习这个动作，能够改善肌肉的整体力量平衡。12个动作为一组，共做4组，组与组之间休息30秒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。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有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会非常容易发胖，尤其是肚子很大，这都是由于内脏器官的代谢能力下降，从而引起身体分解脂肪的能力也随之下降，这样就会使皮下脂肪堆积、内脏脂肪堆积，从而造成肚子大的情况。想要减肥，就要提高基础代谢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减内脏脂肪能够增加消耗人体热量的动作。下面我就来说一下这个动作的具体做法。首先仰卧在瑜伽垫上，两腿并拢，两手举过头顶，屈膝抬起双腿，使膝盖尽量向腹部靠近，腰部要紧贴地面，不要留空隙。抬腿的同时，两臂由头顶回到身体两侧，胳膊不要着地，稍有停顿，然后放下腿的同时，两臂举起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。在动作过程中要注意，腹部要时刻保持紧绷，看起来是腿在运动，但是发力点却是在腹部，要感觉到是用腹部去发力。同时还要注意呼吸，抬腿的时候呼气，放下的时候吸气。这个动作15个为一组，共做4组，组与组之间休息30秒。除了锻炼，还要注意饮食。有很多人为了减肥，天天吃不饱饭，这都是不对的。会减肥的人都正常吃饭，当然前提是要有热量差，也就是一天吃的食物一定要低于自身的基础代谢，还要注意多摄入蛋白质，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能够瘦下来。平时要多喝水，不仅可以提高基础代谢，还可以增加饱腹感。运动的时候不要担心长肌肉，因为增加肌肉量可以提高基础代谢，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。基础代谢占身体总代谢的 70% 左右，所以只要基础代谢变快，身体的热量消耗就会更多，也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减肥瘦身的效果。最后有一句话还是要重复一下，减肥的时候不要节食，而是要在保证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限制饮食，这样既能保持基础代谢，还能限制热量的摄入。而且无论多忙也不要忘了吃早餐，哪怕是吃一根香蕉也行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